最近中美贸易的瓜比好莱坞大片还刺激，谁能想到堂堂美国财政部长，有着优雅银狐之称的贝森特，居然在公开场合情绪失控，对着镜头带着哭腔控诉中国谈判代表李成钢，还用了疯狂的、无理的、无赖的3个极具攻击性的词。这场景把现场记者都看呆了，昔日在国际舞台上侃侃而谈的美国高官，怎么突然像受了委屈的小孩，逮着机会就找人告状呢？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旧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事情还要从10月15日说起。当天 CNBC 在华盛顿举办投资美国论坛，贝森特作为重量级嘉宾接受采访。原本话题围绕美国经济政策展开，可聊着聊着，他突然话锋一转，指名道姓提到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镜头里的贝森特脸色铁青，眉头拧成一团，语气激动，大致的意思就是在控诉李成钢太过分了，他脾气暴躁，态度无礼，完全不遵守外交礼仪，甚至还威胁美国，简直就是个战狼。这番控诉来得毫无征兆，在场记者纷纷提笔记录，心里满是疑惑。这位以冷静著称的财长，到底在谈判桌上遭遇了什么，才会让他不顾身份，在公开场合如此失态？要知道，贝森特可不是什么普通官员，耶鲁大学毕业，曾担任索罗斯基金首席投资官，管理过300亿美元资产，凭借优雅的谈吐和精明的手腕，在国际金融圈圈粉无数，优雅银狐的绰号也由此而来。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被李成钢逼到破防，这背后的故事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精彩。时间拉回今年夏天8月24日，李成钢访问加拿大期间，顺路前往美国财政部会见贝森特。可在贝森特看来，这次会面是李成钢不请自来，打乱了他的计划。但事实上，这次会面的背后是美国出尔反尔在先。7月29日，中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结束第3次经贸会谈时，双方明明约定将关税休战期延90天至11月12日。可没过多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加紧对中国制造的传播展开301调查。美国商务部还试图把 H20 芯片包装成会谈成果，强塞给中国，甚至想从芯片销售中分成。这些小动作在中方看来，就是公然破坏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和谈判备忘录。而贝森特作为美方主要谈判代表，自然要对这些行为负责。李成钢找上门就是要讨个说法，你们美国内部的部门纷争我们管不着，但既然你是谈判负责人，就得给中国一个交代。可贝森特呢，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想强硬又怕中国彻底断供稀土，惹得特朗普不满，想服软又没有决策权，做不了任何让步，只能一边打太极拖延时间，一边在心里憋着火。真正让贝森特破防的是9月中旬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中美第4次经贸会谈。这次会谈，李成钢可没给贝森特留任何情面。会上，双方不仅讨论了 TikTok 交易框架，李成钢还专门就中国传播港口费和美国芯片管制问题再次向贝森特交涉。据贝森特回忆，李成钢当时说了2句话让他彻底懵了。第一句是，如果港口费政策落地，中国将引发全球性的混乱。第二句更绝，李成钢直接拿出手机拨通电话，当着美方代表团的面下令对英伟达发起反垄断调查，还特意让翻译用英语把话重复了一遍，确保在场所有人都听清楚了。后来查证时间线发现，中美第4次经贸会谈是9月14日至17日，而中国对英伟达发起进一步反垄断调查的时间正是9月15日。这意味着贝森特说的这件事大概率是真的。这种谈判桌上说一不二、说到做到的风格，彻底打懵了贝森特。他这辈子搞投资出身，习惯了靠嘴皮子和数字博弈，哪见过这种当场拍板立刻行动的阵仗。更让他委屈的是，传播港口费是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主导的，芯片管制是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推动的，这些事儿本来跟他没关系，可李成钢偏偏只找他问责，这不就是欺负人吗？有人在社交平台上评论称，每一个国家的谈判代表都该学学李成钢，面对美国的霸权就该这样硬气。还有人调侃，贝森特就是在谈判桌上没占到便宜，跑到媒体面前着补，可惜中国人不吃这一套。更有网友直接点赞，李成钢是国际舞台上的英雄，中国就需要这样的谈判官。
能把美国财长怼到当众哭诉，李成钢绝不是普通人。这位出生于1967年2月的安徽太湖人，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外贸领域，用30多年的时间，从一名反倾销调查处科员成长为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成为中美经济交锋中最锋利的尖刀。他的履历每一页都写着专业和强硬，他的功绩每一项都彰显着中国的底气。1989年，李成钢从北大法律系毕业，进入当时的外贸部工作，被分配到反倾销调查处当科员。那时候，中国刚打开国门不久，在国际贸易中经常遭遇反倾销调查，却因为缺乏经验和专业人才，往往处于被动地位。李成钢的到来给这个部门带来了新的活力，他精通法律，逻辑清晰，又肯下苦功研究国际规则，很快就在反倾销案件中崭露头角。在反倾销调查处的10几年里，李成钢从科员做到副处长，再到处长，参与了无数起国际贸易纠纷案件。他不仅熟悉中国的外贸政策，更把 WTO 规则研究得透透彻彻，甚至能背出每一条款的具体内容。这种专业让他在后来的谈判中屡屡占据主动。比如在处理中欧反倾销争端时，他总能精准找到对方政策中的漏洞，用 WTO 规则作为武器，为中国企业争取到最大利益。同事们都说，只要有李成钢在，我们心里就有底。他就像一把尺子，能准确丈量出每一个谈判细节的边界。2008年，李成钢升任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副局长，后来又担任条约法律司副司长、司长。在这些岗位上，他进一步锤炼自己的谈判风格，刚柔并济，既有寸土不让的强硬，也有灵活变通的智慧。真正让李成钢在国际上出圈的是在他担任中国常驻 WTO 代表特命全权大使期间。2018年，李成钢被任命为常驻 WTO 代表兼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副代表。在 WTO 这个国际经贸法庭里，他凭借过硬的专业能力和犀利的口才，打出了一场又一场漂亮仗，被外媒称为 WTO 内的吵架王。当然，这不是贬义，而是对他据理力争、寸步不让的认可。在 WTO 工作的4年里，李成钢做了3件大事儿，每一件都影响深远。第一件事是构建起起诉、应诉、上诉3位一体的法律攻防体系。以前，中国在 WTO 经常处于被动应诉的局面，而李成钢上任后主动出击，针对美国的单边关税政策、欧盟的反补贴措施等发起了多起诉讼，并且胜率极高。比如2020年，他牵头起诉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最终 WTO 裁定美国违规，为中国赢得了关键胜利。第二件事是推动了30多个成员国联署反对美国关税政策。美国为了维护自身霸权，经常无视 WTO 规则，对其他国家加征关税，很多国家敢怒不敢言。李成钢看到这一点后，主动走访各个成员国，用数据和事实说服他们，最终联合30多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这在 WTO 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第3件事是在 WTO 总理事会上怼哭美国代表。2022年，在 WTO 总理事会例会上，美国代表再次指责中国的贸易政策，言辞激烈。李成钢当场反驳，他拿出详细的数据，一一列举美国违反 WTO 规则的行为，从加征关税到技术封锁，从贸易保护到单边制裁，每一条都有据可查。美国代表被怼得哑口无言，最后只能尴尬地坐下。这场舌战群儒被在场的记者记录下来，李成钢的名字也从此成为中国强硬派的代名词。2025年3月，李成钢结束在瑞士的任期，回到商务部，被任命为正部级的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这个任命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因为按照惯例，中国的对外贸易谈判通常由商务部长牵头，而李成钢此前连商务部副部长的履历都没有，却直接被委以重任。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个任命实至名归，没有谁比李成钢更适合主持对美谈判了。果不其然，李成钢上任后很快就展现出雷霆手
段。3月底履新不到3天，特朗普就发动了关税战争，李成钢立刻投入工作，凭借在瑞士积累的人脉和经验，开始布局对美谈判。以前我们总说外交是国家实力的延伸，现在李成钢用行动证明了这句话的真谛。他的强硬不是个人性格使然，而是中国实力的体现。破防的美国财长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时代变了，中国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只能强烈抗议的国家，而是有能力、有底气，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自身权益的大国。贝森特或许到现在都没明白，他真正输给的不是李成钢个人，而是日益强大的中国。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